因此今年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美日联手的最主要领域就是台海问题。为了台湾，日本甚至可能故意激化钓鱼岛争端，来打乱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方案。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2022年，或许是中国30年来外交局面最复杂的一年，也许还是决胜之年。今年或许将成为我国30年来外交局面最复杂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年，甚至可以用困境来形容。麻烦一定很多很大，当然麻烦来自美国。我预判美国今年的对华政策将会不断加码，甚至孤注一掷。美国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美国的困境是什么呢？那就是疫情危机之下导致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和社会危机等等。而这些危机也许真会应验了马斯克的预测，以美国为风暴眼的金融危机在今年的春天或者夏天就会到来。以美国的政治体制，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美国政府必定要设法转移国内视线，用一场美国史上很少有的境外军事大行动来化解国内的政治危机。美国对中国采取重大行动已经具备了民意基础、政治基础、现实需要、既定目标等因素构成的强大动力。通过特朗普执政美国4年，在他和蓬佩奥等等美国政客洗脑式的灌输之下，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上并没有成为多大的气候，但在美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知。据《环球时报》去年12月转载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里根智库公布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最新民调，有 71% 的美国民众真实想法是支持美国政府承认台湾独立，更有 66% 的人支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以及加强对台军售，甚至还有 44% 的人认为应该派遣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干涉。在被问到未来5年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时，有 71% 的受访的美国民众认为是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尤其是在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把新冠病毒源头嫁祸给中国以后，头脑单纯的美国民众排华的情绪、反华的情绪已经变得非常强烈了。而现在的美国政客们几乎清澈的持反华立场，去年出台的涉台提案总是几乎全票通过。在反华方面，现在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史无前例的意见高度一致，也就是说，在美国政界里几乎没有一个有分量的政治人物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当民意与政客们的观点与主张趋同的时候，美国那样的国家要想对中国出手，做任何不友好的甚至是敌对的事情，甚至挑起战争都不是难事了。而今天的中国与美国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国家的净资产和购买力这2个方面早就超越了美国。这可是衡量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 GDP、人均 GDP、净资产、购买力4大指标中的2大指标。中国总体上超越美国，在美国很多人看来有一种指日可待的感觉了，所以特朗普才会说美国不再强大。中美军事力量方面差距同样在快速的缩小，美国已经意识到了在中国周边2000公里范围内失去了取胜的优势。美国以及日本很显然已经通过情报共享机制预判到了中国极有可能在今年内解决台湾问题，这就是他们史无前例的加大联合研究对华政策、制定对华军事战略力度的根本原因，更是拜登竟然公开表态要武力保卫台湾的出处。在美日眼里，中国一旦解决了台湾问题，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中国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保是绝对的未来，破坏中国的统一计划，这是美日两国最现实、最紧迫的
共同的现实需要。因此，今年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美日联手的最主要领域就是台海问题。为了台湾，日本甚至可能故意激化钓鱼岛争端，来打乱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方案，采取一切激烈行动，威吓中国，阻止中国定下决心，打乱中国的战略部署，干扰中国的准备工作，将是美国今年的对华政策和动作。今年，中美日之间将充满危机，但危机本来就是危局中的机会。突然我就想起了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这个理。或许今年正是中美博弈的决胜之年。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